腕表流行力，天书接地气。今天我们开箱一款国表，跟我们以往的开箱不同啊，这是一款重磅的出海作品。此时此刻，全球同步发布腕表流行力这个开箱，无形中成了全球首发。同时，这块表号称是国内最薄自动陀飞轮。我请你一起围观一下海鸥是如何做到最薄的。国内有很多独立制表师在潜心创作自己的作品，海鸥的这些超薄方面的成果可以借鉴一下。我们费了半天劲才拿到。就这个，你还不点赞关注一下？买表为了秀符号的时代已经过去，不管是中产还是互联网时代，都更关注个人体验和消费的情绪价值。瑞士各大品牌的很多努力都是对应这个趋势。比如尺寸的回归，再比如浪琴、欧米茄等品牌对历史文化的挖掘等等。同时，中国制表的热度越来越高，如果能出海，就更让民族自豪感爆表。但毕竟高级手表属于奢侈品，而非潮流配置。故宫文创的火爆未必能引发国表，尤其是高级制表的风暴。网生代对国潮的定义早已超越了简单复制，人家要的是创造性转化。咱们看看这款表能不能符合你对国表出海的想象。说白了，这款表值得买吗？它怎么来了？是不是听到什么风声了？这是这款表，这还多附赠了一条表带，说明书和保卡。这什么东西啊 ？OK， 那么这款表到底怎么样？等咱们开完箱再说吧。我想弄一个首发的。我们以前的视频吐槽啊，瑞士表做中国题材流于表面化、符号化、标签化，直到宝珀的中华丽诞生和江诗丹顿海水江崖系列的问世，基本上终结了表面化和符。那只能加一副碗筷了。把这些拿出去。哎，等一下，这别给他。听听康老师能说点什么。品牌出海是国内企业的热门话题，我国一直是出口国，海鸥也不例外。海鸥一直通过品牌合作，帮助国际上无数设计师完成自己的造表梦想。哎呦，康老师下午好啊！听说海鸥推出了国内最薄的自动陀飞轮表，刘老师您可别独门啊！你也知道了，我听说这款表正在香港表展面向全球发售呢。我找海鸥去借表，海鸥说这表在您这儿呢。那就咱们一块儿来呗。好啊，鸡多不下蛋，人多瞎捣乱。OK， 康老师，请您长眼。总算看到了，这表壳看着还是很正装化的啊。这个直径看起来很舒服，圈口和表壳整个的这个整体度、圆润的感觉，包括蓝宝石表径的这个弧度，确实美学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因为我接着跟刘老师关注国产陀飞轮到今年正好20年，我了解啊，这只表还是跟古琴的这个设计有很大的这个渊源。对对对，它这个还是比较偏正装的。但是我发现一个问题啊，二级市场啊，正装表卖不过豪华运动表。因为原来运动表爆火的时候，确实很多挣钱的场景是不需要穿正装的。正装表卖不过豪华运动表，我觉得呢，一个是运动表的那种标志性的壳形，再一个呢，它那种壳形嘛，是不是也更利于表现它的打磨啊？一块表怎么显好，仅靠抛光是很难实现的。这个在珠宝首饰行业已经形成了多年的经验。不过呢，我觉得这款表的话呢，觉得它这个侧面这个肌理还是挺有意思的，而且我觉得它拉丝和抛光的过渡，对啊，特别的这个界限分明。对，看这表壳的话，它应该是一个多件式表壳结构吧。这个表耳跟这个底盖它是一体的了。正装表里用这个多件式表壳结构的就是朗格表耳跟这个表壳中段这个就是打磨过渡也是界限分明的，传统式表壳是实现不了的。这个也一样。体现了很多的匠心。你知道，我一看这纹，我想到了钱币纹了。但这个纹应该是另外一种建筑，对，它有它自己的特色。比如说某品牌钱币纹吧，我印象里它跟那个表壳中壳是一体的，做成一个钱币的。然后呢，它是把这个表耳呢焊接在这个表壳中段上。
这样的话呢，也可以实现这肌理的分明。然后某品牌现在也在逐渐摆脱钱币纹，官方的说法说是为了吸引更多的年轻消费者。年轻人就不喜欢钱币纹了吗？海鸥它这表能够实现这个设计的话，与它这个表壳结构有关系，其实特别类似咱们中国古建筑的榫卯结构。新中式不等于堆砌符号，而是骨子里的文化自觉。不过客观的说啊，如果他是想让这个表壳显薄的话，我觉得啊，这个树的这个纹啊，如果能改成回形纹的话，我觉得这个显薄的效果是不是会更明显呢？听说这个表壳是瑞士人设计的。瑞士人也不都是大师。Anyway， 瑕不掩瑜。当然，这款表除了超薄陀飞轮以外，最大的亮点是它的表盘。对，以古琴为灵感做的这款超薄陀飞轮，一个是这个小时的这个刻度，每一个刻度就是一个古琴的造型，另外就是表盘上的这个纹路。中国现存最古的古琴，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呢，是一把唐朝的古琴。那琴有名字叫大圣遗音，是唐肃宗时期的一个琴，到这个今年已经1300多年。木质的古琴上面的漆面经过这么长时间以后，表面会产生岁月的痕迹，这个就是古琴最吸引人的视觉上、艺术上呈现的一种效果。然后被如实体现在了这款表的表盘上，就是要再现古琴上的那种岁月的痕迹。古琴的历史啊，几乎和咱们华夏的文明史一样悠久。它这个音乐风格追求清淡呀、平和呀，它这是儒道思想在咱们音乐中的一种体现吧，应该算是一个比较最正宗的中国传统乐器了。古琴一直是给小众人去欣赏的一个非常高雅的艺术，这个很像中国人性格里面的一些很深层次的东西，但是也很像高级钟表艺术要呈现给人的一种状态。就是说，古琴这东西应该它是气、意、道三重升华，对吧？它不是一个简单的乐器，对，它把技术啊、技艺啊、精神境界融为一体的一种表达。海鸥这个盘还是寓意还是挺深的哈。听人劝，吃饱饭，康老师还真没给咱们添乱。说这刻度是这个古琴的轮廓啊，中间和侧面它打磨还是不一样的，有的面是这个拉丝面，有的面是抛光面，有的面是凹下去的，有的是鼓起来的。对，但是不是所有的字钉都是用同样的这个古琴轮廓啊，这里可能还体现了一种留白的感觉。因为古琴在这个中国古代文人的精神世界中具有特殊而崇高的地位。一说中国文人琴棋书画都有所了解，那么琴呢就排在第一位。东大公司的董事会主席也弹古琴。那咱们再说点细节，咱看看这个指针吧。标准的太子飞行指针，一直给人一种就是侠客的那种剑气的感觉。中间有一条线能分成两个部分，明显的有一个明暗的对比。对，特别容易识别。以义载道，以道统一，这么一个东方这种思辨吧。因为这种精神境界，纯西方的产品很难达到，也很难去体会理解。关注的视角不太一样。超薄表这方面呢，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突破。这个不是目前国产陀飞轮里面最薄的嘛？因为这款陀飞轮是偏新的飞行陀飞轮，它正面没有那道固定的横梁，省掉一部分的厚度。飞行陀飞轮的结构也进行了优化。从这个海鸥的资料显示啊，这个陀飞轮它高于机芯的上平面0.5毫米，然后康老师说的加上表盘以后呢，表盘的占的厚度是0.4毫米，所以呢，即使装上表盘，它呢仍然比这个表盘面呢高出0.1毫米，所以这个呢也是超薄的系统性的设计之一吧。而且呢，就是这陀飞轮转起来以后，它还能客串小秒针的。这一说这个陀飞轮啊，我想起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话题：为什么人们喜欢陀飞轮？前一段我写一篇有关陀飞轮的文章，因为我说不管是小小的陀飞轮还是巨大的运载火箭，都是人类对于抵消地心引力的一种尝试。对，我觉得呢，人们喜欢陀飞轮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说它是属于计时反馈，万年历啊、码表啊，甚至追针啊，这些东西呢，都需要操作者去驱动一下它的动作，它开始显现。陀飞轮更像是给眼睛买的一件无时无刻都能让你欣赏到的一个艺术品。对，咱们再说说机芯的结构啊，发条盒
还有陀飞轮自动陀身的一线啊，这是机芯这面。其实从客观的说呢，我觉得啊，它可能更适合为今后叠加其他复杂功能做铺垫，发挥的空间还很大。对，还说到人们的偏好啊，手动上弦和自动上弦之争，在那个慢节奏时代的话，很多藏家啊，他喜欢一种手上弦，给人一种赋予生命的感觉。但是当表多了上不过来的时候，就成为了一种负担。而且呢，现在咱们的数枚土著啊，或者是现代当代的很多藏表的这个玩家啊，他们可能更希望玩起来更省心。省心绝对是情绪价值里头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所以嘛，他就选择了自动陀。自动陀嘛，就注定它要比这个手动的上弦的机芯要厚。不知道你们喜欢手动的还是自动的啊？欢迎跟我们互动一下。因为这款表呢，它的灵感来自于竹林七贤的嵇康。嵇康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著名的音乐家，他也非常热爱演奏古琴。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竹林七贤和八大山人一共是几个人呢？这个问题留给你们回答。这自动陀呢，上面也有打磨，海鸥的 logo 在上面，整个的轮廓就像是一个海鸥的造型啊，而且它镂空了，因为它想秀打磨呗。机芯打磨的良心在看不见的地方，也就是表盘的下面，所以翻过来这个表的这个机芯都做了圆珠纹。记得早年间有些国内的朋友到瑞士表厂去参观，然后经常会问打磨师傅，就说你打磨的这个地方，客人又看不见，你为什么要磨它呀？他怎么说？然后说上帝你也看不见。这只机芯就是表盘面下面也是看不见的，但是进行了细致的圆珠纹的打磨。对，海鸥品牌出海的旗舰应该首先是机芯吧？机芯是核心技术吧？对，国表呢应该在某些地方已经实现了机芯自由。比如说啊，我们去年参观那个海鸥时候呢，还看到了追针机芯、陀飞轮机芯、3万机芯，现在又有一个超薄的自动陀飞轮。另外，跟这个亨利·姆什联名的那个 Studio Underdog， 它有一款表的机芯也是海鸥的。它这是86家族啊，这个机芯我是内部听说的，1月份就出来了。它经过这段时间试戴过程，发现回修率几乎是0。哦呦，今年也是海鸥的70周年，也是国表的70周年。对啊，所以这东西拿出来还是很有意义。机芯零件数应该是有123个零件。陀飞轮里边这个摆轮呢，它是无卡镀铀丝的，43小时动力，它呢选择了高振频，它可以选择再低一点的摆频，这样动力呢就更好看一点。它对这个精度啊，对它追求精度。43小时呢，对一个藏家来说，我觉得应该够了，完全够用。对，这个陀飞轮呢，它造型有讲究，也叫玄鸟式啊偏心陀飞轮。这表应该是金刚款啊，厚度是9.8毫米，直径是41毫米，大家看看效果怎么样？表盘上的这个光影变化是非常诱人的。对，说实话，我觉得正装表40毫米来说是比较合适的，而且就是肯定是考虑到日后要叠加什么其他复杂功能了，才做成这么大的机芯的。不过就有一点好处，就是它这后面你看它是薄皮大馅儿，价格是26800。我觉得这款表啊，买的不是手表，是1000年文明的入场券。你消费的不是手表，是在为5000年文明会员续费。OK， 谢谢康老师参与我们这次开箱啊！谢谢刘老师。这个腕表流行力的口号是超薄也是一种复杂功能，超薄对海鸥陀飞轮的进化有很好的改进，也符合当下需求。超薄陀飞轮属于传统文化与主流高级制表体系下的重构，满足本地市场，唤醒咱们的集体记忆和身份认同。但这次海鸥的胃口是全球同频，这才是硬核的挑战。全球同频啊，让需求倍增，让你买的表有人追着要。对国表，对海鸥，你有什么要说的？欢迎留言互动。